千金难遇好主修，万金难有好教学。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在霹雳陆阵武林中，玩家将扮演武林新手，逐步修炼武学招式，强化武器，结识江湖豪杰，或是打败强敌来振威天下。最后，玩家们将对决分出高下，决定下任的武林盟主。我的教学前段会介绍概念和流程，后段会讲解西部规则。如果你喜欢学习中式游戏，欢迎订阅我们哦。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那欢迎使用超级感谢，还有加入会员哦。影片将以3人以上局基础的完整模式为主。首先看到中央的设置，在开始游戏前将画面上这12张牌移除。辨认方式是看卡牌上是否有这4个门派的符号，这些将用于变体的玩法中。讨伐卡拿出弃天地，然后拿出画面上这几个东西，通通放在旁边。这些是打赢弃天地之后有机会拿到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一些超强的武学与道具。之后将6张行动卡放到大家方便观看而且好拿的地方。这些行动卡就是玩家可以做的行动。做完上面这几个动作之后，将讨伐卡、武侠卡以及武学卡分类，洗混之后面朝下放置成堆，并开出人数加1张。其中武学卡是双面的，牌库请以画面上正面朝上放置。道具版图放于中央，上方根据符号放置对应符号的板块。10个穴位标记放入袋中洗混之后，与福元骰也就是资源骰以及福元标记1两和5两银票分类好之后，都放在大家好拿处便可。之后，每位玩家将拿取以下的物资：一个玩家面板以习武面朝上放置，拿取对应颜色的内力标记及一个家传宝标记放在旁边，随机拿取1张红色的家传武功卡放到修炼区旁边。最近看过霹雳布袋戏的人当起始玩家拿取起始标记，从他开始顺时针根据画面拿取起始资源，随机福元标记投掷福元骰来获得便可。若没有人看过，则先念出任何角色的4号或名台词的人当起始便可。游戏中获得的武器板块和福元标记放到自己版图对应的位置，拿完之后，游戏就可以开始了。游戏中总共有2个大章节，序章将玩6或7轮，依照人数来决定。此阶段主要就是用各种方式强化自己，并建立人望威名。而终章就是玩家们要争夺武林盟主的称号。序章获得的修炼都将在终章化为正果，帮助你在终章决战中获得优势。决战后还站在舞台上的人，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了。而序章的流程是将由有起始标记的玩家开始轮流选择1张面朝上的行动卡，选择的玩家执行上半部的主要行动。若上方此时有银票，会一起拿走，然后顺时针其他玩家轮流执行该卡下半部，也就是跟风行动的行为。行动细则将会在下个环节解说。执行完毕之后，将该卡翻面成面朝下。当每个人都选过1张行动卡，也就是1轮之后，将没被选中，也就是面朝上的行动卡各放置1张1两银票，然后将所有行动卡翻面回面朝上，并将起始标记顺时针传递1位，重新开始1轮。当完成6或7轮后，序章结束，游戏将会进入终章决战。但在进入之前，要先介绍这6种行动卡到底怎么帮助玩家修炼与结缘等等。这边先列出简易的介绍，有需要可以暂停观看。其中选择的玩家为主要玩家，其他人则称为跟风玩家，且跟风玩家一律是顺时针轮流执行行动的。首先是提升福元，主要玩家投掷全部5颗福元骰，然后获得骰到的福元标记。跟风玩家从此次结果中任选2个，获得对应的福元标记。福元标记视为无限的，不够请自行找东西代替。福元的目的就是透过缘分去购买秘籍，有了秘籍才能知道怎么打出招式。下个是修炼武学，主要玩家抽出5个穴位标记，并根据抽出来的标记获得对应穴位等级。请在对应的穴位上放上等级标记，或者是提升该穴位的数值。惊叹号则是自选上升1个穴位，跟风玩家从指示结果中选2个提升，跟风玩家也可以选择惊叹号。这些穴位就是玩家的修炼等级，毕竟有了秘技，还是要修炼才能修成正果。结束后将穴位标记洗回袋中。下个是购买道具，主要玩家先行购买1个道具，跟风玩家每个人自多买1个道具。确认好后，主要玩家可以再购买1个道具。每个道具的费用写于此栏上方，必须支付对应的银票才能购买。游戏中银票可以找零，且所有行动都是选发的，不能或不想可以不要做。道具的右下角有道具的等级，这个后面会用到，请先记得。另外，道具分为武器、圣物以及礼物，且道具是有限量的，但玩家能持有的道具没有限制，分别的细则如下。武器上方的符号数量等于攻击力，可加在对应符号的武学卡上，进而增加武学卡招式的攻击力。
武学卡类型写于卡片左上角，而武器仅能给自己用，并不能分给侠客使用。证物这种道具购买之后，立刻发动效果，然后移除。每个这个符号代表着自选获得符源标记，每个太极则是自选上升一个穴位等级。最后是礼物，这些礼物是拿来跟侠客玩家加深友谊用的，这个后面会再做讲解。这边仅需记得，游戏中的礼物不找零，也不能分着给，因此超过需求的礼物会浪费掉。下个行动是获得秘籍，主要玩家立刻从牌库底中额外开出2张出来，这2张只有主要玩家可选，然后选择全部翻开来的卡中1张，并支付下列显示的符源费用，将这个秘籍放到自己的修炼区。跟风玩家则可以选择是否要进行购买。游戏中若有拿牌，都是所有玩家拿完之后，将此列剩余牌全部移除，再立刻补满。此行动主要玩家可用2个相同的符源标记替代为另外一种来进行支付，跟风玩家则是用3:1来替代，但替代没有次数限制。另外，传家宝也可以当任意2个符源标记来支付，用完的传家宝都移除游戏。武学卡上方都有穴位等级要求，当玩家的穴位等级都至少达到卡片上要求后，此武功就算是修行完成，请立刻将此卡放入已修炼区域，并且不会消耗穴位等级。下一个是结识侠客，主要玩家从侠客列拿取1张卡，跟风玩家则挑选1张，最后剩余的1张会给主要行动玩家。也就是说，主要玩家会共拿到2张。游戏中刚拿到的侠客卡都是放入萍水相逢区，此缺侠客只要帮忙，也就是只要派出，他就会离开你并移除游戏。若要与此侠客义结金兰，就要至少花费左下角显示的喜好需求，支付后就将此侠客下推到义结金兰区，之后就不会移除游戏了。玩家随时可以决定是否花费礼物这样做。另外，传家宝可减免同位侠客至多2个喜好需求，用完的一样直接移除游戏。最后是江湖讨伐，主要玩家选择1张讨伐卡进行战斗，且此次战斗战力加3。跟风玩家一样选择1张，但没有额外的战力奖励。战斗流程之后解说。总之，玩家讨伐完毕后会获得卡片右下角的奖励，可能有银票、上升任意穴位，或是随机获得符源等等。打赢的讨伐卡不要移除，放入自己的版图下方。另外，不管主要或跟风玩家，选择时都可以改选在旁边的弃天地来进行讨伐。战斗流程一样，只是奖励上可以从跟弃天地在一起的武器道具或武学择一获得。其中神之光武学卡属性是神，不会被免疫，也不会有加成，但可以搭配任何武器板块使用。而战斗方式是玩家至多可选1张已炼成的武学卡，以及1片对应的武器板块，加上任意数量的侠客卡来进行出击。侠客卡的左下角、武学卡的左边中间，以及武器板块上的数量全部加总后，就是此次的攻击力。主要玩家的话，还会再加3点，这个数量要大于等于所选讨伐卡左下角的数值，也就是血量。要注意，讨伐卡左下角也显示了这个角色的弱点与免疫属性，对应符号产生的攻击力要在加总前先乘上这个倍率。另外，武器只能使用武学卡对应的，但若不想打武学卡，还是可以单纯打出1个武器板块。打赢后有用到的萍水相逢区的侠客卡都会移除游戏。当游戏进行了6或7轮之后，游戏即将进入决战终章，因此在这之间要做额外的设置。每位玩家首先统计自己序章获得的所有分数，将下面这些项目加总。武学卡会根据左方的 VP 获得分数，若此卡已经进入已炼成区，则算大的那个数字，反之算小的。讨伐卡将左下角这些数值全部加总，侠客卡在义结金兰区的左下角的数值全部加总后乘以3，武器板块上方符号加总后乘以4。所有穴位等级有达到1、2、3等的玩家获得5、15、35 VP。最后，剩余的银两以及符源皆以1:1的比例换成分数。传家宝此时不能用，所以请提早用掉。加总这些之后，所有玩家先照这个分数排名次。若平手则看讨伐分，再平手则看银两加符源的分数。若玩家只想玩序章，此时便可结束，高分的人获得胜利。若想要玩到终章，则将这些数值除以2，向上取整，然后根据名次将自己的分数再加上画面上这个数值，就是玩家在终章的血量。请自行拿手机或纸笔记录，并且第2和第3名的玩家将组一队，其他玩家也组一队，2队将会互相对抗，要战到一方完全倒下为止。确认好后，玩家保留自己的玩家板块、已炼成的武学卡、武器板块以及义结金兰的侠客卡，还有家传武功卡，其余的物件和场中央的东西全部移除。然后根据自己的侠客卡拿取对应的侠客标记，之后翻面自己的玩家板块，还有拿取1块对应颜色的挡板来遮挡视线，将所有的侠客卡与武器板块放在挡板外，这是公开资讯。
然后将所有的范围卡，也就是习武卡背面与修养卡，也就是家传武功卡的背面拿到手牌上。最后打开中章决战地图，放于中央，并按照人数将自己的米宝放在起始位置，另一个则放在挡板内相对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开始决战了。在中章中，玩家将根据画面的流程逐步执行，每个步骤都是所有玩家同时进行的，会一直重复到某个队伍的所有玩家血量归零为止。在计划阶段中，所有玩家从手牌秘密选一张放到挡板后面，然后移动挡板后面的米宝0到2步，并决定朝向的方向。请用米宝突出的手对准某个边，之后进入攻击判定。所有玩家同时打开挡板，将中央的米宝移动到与自己面板相同位置，且朝向也会相同，然后配合打出来的范围卡确认攻击范围。被招式击中的玩家将同时扣血，但招式不会伤到队友以及侠客标记。怎么看招式范围，后面会解说。若打完之后有玩家血量归零，就立刻移出游戏，其所属玩家的侠客标记也会移除。再来是侠客助拳，所有玩家移动自己的侠客标记0到1步，所停留点若有对手米宝，这些对手就会扣血，扣的血量为标记上显示的数字。打完后，所有的玩家将挡板立起，回到规划阶段。这边要注意，打出来的范围卡不会回手，会弃置在挡板外面，只有打出修养卡的玩家才能将全部的范围卡以及这张修养卡一起回手。最后补充一下范围卡怎么看：中央上面黄底为招式可打的范围，箭头为玩家的格子与朝向。这个范围内的敌人都会被打中，而招式的伤害在中央偏下的位置。玩家若有对应的武器，会根据最高等级的那把来决定此招攻击力。下方则是额外的效果，因为效果繁多，请自行参考规则书的第17页或置顶留言。另外，攻击时可以穿出地图外面，且不会因此就停止计算范围。置顶留言也会补充一些此阶段的战斗技巧，但因为与流程较无关，这边就不赘述了。当有一队玩家全员退场后，剩余队伍的玩家就是胜利者。若两队同时退场，则看谁的血量负的比较多。若还是一样，先念出自己10号的人获得游戏的胜利。以上是霹雳陆政50时令版的基础规则，下方看到几个游戏的变体玩法。2人变体，如画面所示做更动，其余规则将与一般游戏一样。有需要请自行暂停观看。游戏中另外提供了门派变体，玩家起始会获得一组某个门派的卡与对应的侠客和武学卡，让玩家有多个招式可以学习，以及有门派的独门效果。详细规则可以看规则书的第22页。最后是直接开战，若玩家想直接进入中章战斗也是可以的，详细规则列在规则书的第18页，这边也会整理起来放于置顶留言。霹雳陆政50是款将2种游戏合而为一的游戏，序章在玩牌组构筑与成套收集，中章则是在玩棋盘移动与心理博弈。2款玩起来的感觉不同，但又相辅相成。对于忙碌的玩家，也可以挑选自己爱的部分来游玩。作为 IP 作品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认真且有水准。喜欢布袋戏的桌友们可别错过了。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每个礼拜2晚上给肥龙一盒桌游频道都会有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